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AirAsia 的最新分析，并且探讨了公司未来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将来做一期之前介绍过的一家公司，也是小编我觉得蛮认真在做生意的公司，而且他们最新的季度业绩表现也没让股民们失望。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那么这里所说的公司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呢？没有错，它就是 DBI Holdings。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想要获得更详细的解说的朋友们，可以回看之前的影片哦。那他们主要的业务是做喷雾剂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包装，也包括了 OEM 和自家产品 OBM。除了主要的喷雾剂产品之外，他们也有做 solvent and thinners 溶剂和稀释剂的贸易。此外，最近他们也将会推出新产品哦。我们先来简单重温上支影片从他们的季度报告所分析得来的信息。首先呢 ，DBIH 在前2个季度的表现非常出色，因为截至上个影片的最新的2个季度的盈利加起来都超越了2020财政年全年的盈利。那么第二就是在最新季度 DBIH 拥有的强大现金储备，因为公司自身就拥有 57.8 个 million 的现金，这也就让他们截至2021年2月28号处于一家拥有 57.8 个 million 的净现金公司。第三就是他们在2019年 IPO 所筹款得到的 31.64 个 million 资金，到最近只应用了 5.7 个 million， 现在还拥有剩下的 25.8 个 million， 因此现在已经达到 100% 生产率的 DBIH 相信在疫情后将会有一连串的扩张和新产品发布。小编预测这也将会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盈利增长，而这方面我们将会在这支影片里为大家娓娓道来。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知道一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如何，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了解他们的生意和售卖的产品，那么 DBIH 也不例外。所以今天小编我将会做一期比上一期更详细的产品解说给大家知道。话不多说，马上开始。首先就是他们的 Aerosol Products， 也就是喷雾剂产品，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个产品可以被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 OEM 和 OBM。 我们就先来说 OBM 的部分。如果有看过上支影片的朋友们，相信都知道了，他们旗下总共有3个知名品牌，也就是 Anchor、Chromoto 和 DPI 614。Anchor 这个品牌，相信从事工业或者经营五金行业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因为他们高级的质量和品牌已经是在消费者心中根深蒂固了。那么至于 Chromoto 则是专门做应用在汽车和摩托车上的特别油漆。之后 DPI 614也就是他们公司自己的牌子，但是 DPI 614则鲜少人认识，因为在市面上主要的是以 Anchor 的产品居多。那么为什么他们家的喷雾剂的质量一直都是行内的首选呢？这里小编我就带你们了解一下喷雾剂的结构。喷雾剂的核心不只是气的质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喷嘴与阀门组合。原因是很多在市面上廉价的喷雾剂使用的都是一些低级的组合，这将使到喷雾剂容易发生故障，并且无法把罐子内的油气完全喷出来，而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但是 DBIH 生产的喷雾剂都是使用日本科技品牌的喷嘴与阀门，这使到他们的故障率大大减低，甚至为零。而这也是其中一个他们产品深受爱戴的原因。那么受到消费者追捧的原因，除了喷嘴与阀门组合之外，当然就是油漆的 consistency 一致性，因为一个高级喷漆的颜色气泡必须保持一致的色泽，这样之后才不会产生色差。也就是因为他们高级的质量，所以他们现在的经销商也遍布整个马来西亚，而且经销商数量高达700名，其中就包括交通工具维修工厂、美术及手工店、DIY 商店和其他的分销商。接下来他们除了 OBM 之外，他们也有在做 OEM 的生意，
也就是为国际客户代工生产他们的产品，或简称代产商。他们在国外一共有8大客户，分别分布在澳洲、印尼、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可见得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国际品牌商的接受与认可。这里小编也为 DBIH 打一个小广告，如果有哪一位朋友想要找 DBIH 生产 OEM 产品的话，请电邮到 general@dpiaerosol.com 哦。DBIH 也表示，他们将以 OBM 和 OEM 并重的策略来开拓未来的市场。虽然 OBM 的 profit margin 通常会比 OEM 高，但是 OEM 的好处就是顾客都有自己的销售网，不必再花费资源去推广。只要 DBIH 找到 OEM 顾客之后，就能够马上开始为他们生产产品，让刚盖好的新工厂直接投入运作，不会有荒废的产能。此外，他们也可以从为在制造 OEM 的过程中，也把自有的产能及质量提升到国际指标。所以，同时 DBIH 希望未来 OEM 和 OBM 的对比可以从现有的20%提高到50%。那么除了喷雾剂之外，我们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他们另一项业务，那就是 solvent and thinner。 这是用来作为喷雾剂的补充，他们混合了4种稀释剂，并且交易高达20种以上的溶剂。他们主要是从当地供应商批量买入化学溶剂，再根据客户要求将其重新包装，而他们的主要客户是来自工业领域的商家。之后，这里我们也要来说说看他们未来的新产品，也就是 Bacti-X。 这个品牌主打的是清洁剂和消毒产品，而第一项产品就是他们的 Multi-Surface Disinfectant。 此外，他们旗下的 Anchor 也将会推出防水磨砂乳胶纸。这类型的砂纸比起传统的砂纸更耐用，更容易操作，而且还具备防水功能。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DBIH 的策略就是充分的利用 Anchor 的品牌效应来增加生产周边的工业产品。那接下来，一家有前景的公司当然也少不了一个好的领域前景。毕竟再好的帆船如果没有猛风，也不能在海上掀起波澜，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喷雾剂的领域在未来是否也是吃香，是否也是有在成长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喷雾器的成长是很持续而且很健康的，复利年度增长率 Compounded Annual Growth Rate 是达到 8.1%，从2013年的22.5个 million 罐增加到2017年的30.7个 million 罐。此外，根据预测，在今年2021年将会达到38.8个 million 罐的销量，而推动这个销量的主要因素将会是人们喜欢应用更便捷、简单操作并且容易携带的喷雾剂产品。那之后我们再来放眼全球市场销量在近几年又有什么前景呢？这里一样可以看到全球市场依然在持续的增长，而且预测将以 5.6% 的 Compounded Annual Growth Rate 增长，并且在2027年达到 319.8个 million 美金的营业额。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喷雾器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那么其实 DBIH 暂时大部分的产品都专注在汽车与交通工具的相关领域，而在国际市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其他很多领域等待他们开拓，比如说在建筑、木具、家私领域等等。相信 DBIH 未来也将会打入这些市场分一杯羹。之后了解了他们的领域前景，我们就必须知道 DBIH 未来要怎样在这个领域扩张。在这2021年的3个季度的盈利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以接近 85% 的成长率超越去年的3个季度了。也因如此， DBIH 已经是处在一个 100% 生产量的状态了，所以公司的扩张势在必行。而这一点公司老板也没让投资者们失望，因为他们有一个完善的计划，那就是打算再新建一间工厂，然后再增加现有的生产线，然后再打入新市场，开拓海外机会，并且内外兼施，靠前卫的研究提高新产品的质量，以适应不同国家的气候。因为不同国家的空气潮湿度和温度
都会影响喷雾剂的质量。那么我们先来说他们的第一个计划，那就是增加产量。毕竟现在的生产线已经达到了饱满的状态，所以他们已经在进行着新工厂建设，并且在里面建设4条新的完全自动化生产线，这将会把现有的9.7个 million 罐的产量逐渐提升到20个 million 罐，也就是提升1倍的生产量。同时，他们计划将现有的生产线提升成为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想必这将会无疑提升他们的生产能力，而且提高他们 OEM 的发货速度，因为他们必须要准时发货给 OEM 的顾客，而且未来他们计划将与一些国外的顾客合作，在亚洲生产外国顾客的产品，因为一直以来国际顾客都太过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彻底打乱了这些外国顾客的供应链，所以他们也就物色到 DPIH 这一家可靠又有品质的代工厂代替。那么他们现在这项扩张计划的进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工厂方面，他们已经得到了相关政府批准新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新建的工程，预计将在2021年年底完工。之后，他们将全力以赴地积极扩张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和扩张他们国外的行销渠道。那第二项计划就是以马来西亚主要的喷雾剂 OEM 生产商开拓外国市场，让更多国家的客户使用 DPIH 的产品。此外，他们也在积极地推出更多元化种类的产品，以扩张他们的分销渠道，而且他们也有花钱在做市场调查，以更深入了解国外客户的实际需求与潜能来扩张业务。那么一家好的公司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当然是高而稳定的股息啦，因为只要公司记得派股息，股东才能好好休息。那么通常我们听到派股息的公司，都是一些已经进入稳定期的公司，很少看到一些正在扩张的公司派股息。但是 DPIH 就是那个例外，因为他们自从上市就已经连续3年派出了7次稳定的股息，而且 Dividend Payout Ratio 平均股息派息率高达36% 之多，可见得老板可有在处处为股东们着想。因为只要公司懂得赚钱，股东就有得分钱。这里也要提一下，其实 DPIH 这家公司在2019年初上市的时候，已经是符合上Bursa Malaysia Main Market 的资格了，也就是上市前的3年税后总盈利达到20个 million， 最新年度税后盈利达到6个 million。如果以这些Bursa Malaysia 的 quantitative 标准来看的话， DPIH 最近在这2年9个月的税后总盈利就已经高达22个 million， 所以已经是超越了第一个标准。那么第二项标准 DPIH 在2021年财政年度第9个月的税后盈利也高达 9.8 个 million， 所以也达到了Bursa Malaysia设下的6个 million 标准。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老板在当初选择在 Ace Market 上市而不是 Main Market 呢？这里 DPIH 的老板就有跟小编解释，他们选择上 Ace Market 是为了按部就班，先让公司学习并且适应上市后的运作与操作，所以相信未来在主板上市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那么你们觉得 DPIH 采取 OEM 和 OBM 双线扩张的策略会有多么大的潜能呢？是否会产生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还是一个更高明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商业策略呢？欢迎你们多多到留言区与小编分享您的高见哦。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小编我做一期 DPIH 更详细的业绩解说的话，只需要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在留言区写上 DDD 就可以了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